但是今天突然间有一台重车骑过去呢，它是没有车头的啊，它是无照的重车。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特别印象深刻？说，这台车乃无照，乃无照驾驶哈，那呢，你就是特别有印象哦。傻路头这台车呢，它就是结合了这4个要素哦，稳健、安全、有品味，然后有造型，4合1的车哈，有没有？想要是一个稳健、有特色、有品味、有造型的人，有没有？其实呢，就是你可以选择的哈。这个的做法呢，它这个闸孔呢，也是类似像机迷的进气闸门哈，然后双车灯哈。所以说呢，你买不起机迷哦，你买这台类机迷的车哈，也是可以的哈。凹凸凹凸凹凸凹，有没有？这样子有阶段性的做法呢？这个叫做什么？在设计上就是说渐层式的设计啊，它标榜的就是跟一些不一样哈，就是一种个性化、敏捷的复古车哈，它不是像一些像那个奇爵呢，还是像大地名流那种车没有，就是要让你再多再好哈，再好再买3天吃到饱哈。但是这个连结呢，你想不出来是跟什么特别连结，但它的连结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冲突点，它是一个记忆点啊。我们如果要买复古车，就是要买一个让人家能够有记忆的复古车，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买一些像炫腾或是买DRG那种慢慢刹，然后制造一种稳定的刹车感觉哈。这个呢，喜欢载妹的人就知道说哈，大刹车有没有？载妹的话哈，一定会真爱你哈。品牌连结性或是品牌的依赖感，是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哈。不是说今天它大特价、大促销哈，卖个3万多、4万多哈，你就能够把这个客人吸过来啊。还是要一段时间慢慢培养外形，反而是变成说你这个人在购台车的第一要素哦，有特色的外形有没有？让你在骑这台车的时候有没有？你感觉你就是一个有特色的人啊，或是一些不容易发现，但是可是你又会不经意在骑车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呢就是品牌的才虚荣感哈，别人没有我有哈。今天呢，我来到那个Suzuki的车辆展示会场啊，特别呢为大家介绍2个不一样的车啊。最近兴起了复古车的车厂啊，但是复古车呢，就是这种复古车，它的元素是什么呢？是新古典的复古车呢，还是创新的复古车呢？还是照原来一成不变的复古车呢？今天Suzuki这台Swift这台车哈，125的车哈，算是最早期呢推出复古车的代表，然后销量也卖得不错呢。但是呢，它的特色是在哪里呢？它的特色就是让你想不出它是为什么啊，就好像说路上呢有很多车子骑过，有很多重车骑过，可是呢每台重车你都记得它，你可能记不得啊，你都只记得它是什么颜色而已啊。但是今天突然间有一台重车骑过去呢，它是没有车头的啊，它是无照的重车。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特别印象深刻？说，这台车乃无照，乃无照驾驶哈，那呢，你就是特别有印象哦。像这台呢，这台Swift这台车呢，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它的车灯呢跟人家不一样，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下面这个鸭嘴哦。那你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你一时也想不出来哈。那你说它这个造型呢？有点四方，要有点圆墩，要像什么呢？你也记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记忆点啊，这个叫做冲突的记忆点。你记不起来那个东西是什么，你想不出来它跟什么有连结。比如有些车长得像车，长得像牛蛇马神，对，猪猴狗羊，它每个都像，但是你的记忆点是停留在那里。可是那台车它的特色是什么，你可能不会有印象啊。然后它这个特色就是让你想不出它的连接点在，可是它一个冲突点就知道说，这台车很有特色啊。所以这个就是Suzuki它设计上的功能，它设计上的特色。当然了，它一开始出来，它也是跟你讲说这台车呢，就是类似像仿机迷哦，你买不起机迷哦，或是根本买不到机迷哦，你买这台Suzuki哦，它这个 logo 是一样的哦。它前面呢，这个的做法呢，它这个闸孔呢，也是类似像机迷的进气闸门哈，然后双车灯哈。所以说呢，你买不起机迷哦，你买这台类机迷的车哈，也是可以的哈。而且那种车的特色就是什么 ？logo 很清楚哈。你买国际品牌的车有没有？就是要买这个 logo 清楚的。logo 不清楚的话有没有？那你就买国
国产品牌就好了哈。然后现在这个车呢，他们都有装这个类 RV 的风格哈，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当然这个都是加购的啦。所以说呢，车厂已经帮你开发好之后，有没有？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到了车尾的部分有没有？它还是一样哦，是一贯的流线型哦，也不会说特别呢去制造一些什么样的突出点哦。我们知道吉米的车呢，上一代跟这一代哦，从四四方方变得比较圆润化呢。然后它这个车型的造型呢，大概是跟吉米的车一样，也是走一个圆润化，但是又不失方角的造型的。然后它这个车呢，一律呢都是125cc 的引擎哦，然后都是前碟刹后鼓刹哦。所以说呢，你看到后面呢，就会有那个后鼓刹的调整螺丝呢。然后另外那个车尾灯呢，也是一贯哦，用现在也使的长条形车尾灯哦。然后呢，它可能再贴上一个这个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哈、哦，以后这个就是像进站那种后尾灯彩贴哦，看你什么字哦，你要Suzuki也可以哦，你要 SOP 也可以哦，你要 SOS 也可以，看你贴纸怎么贴哦，但是就是不要违反交通法规就好。然后现在呢，它也是可以搭配那个小车尾哈、哦，所以说呢。它整个造型呢，就会让你看起来说这台车呢，它是属于可爱型的，但是又不会觉得它呢又太流于世俗了。所以说这种复古车的设计手法呢，就是说让你有连结，但是这个连结呢，你想不出来是跟什么特别连结，但它的连结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冲突点，它是一个记忆点啊。我们如果要买复古车，就是要买一个让人家能够有记忆的复古车，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买一些像现的，或是买BRZ那种很会跑，然后很会冲，然后让大家看不起你的车号，还进不出你的人，还讲不出来到底长得多漂亮的车有没有？有时候已经溜着就不见了哈。所以说呢，如果呢，你对国内其他3大品牌觉得说买起来呢，觉得没有你个人特色，甚至说你要买到那种鹅肝黄哦，还是天使黄啊，还是计程车黄啊，有没有？有时候你要买这种车色，有没有？真的不买Suzuki还不行哎。另外Suzuki它这一颗 SET 引擎呢，它的特色呢，就是说它还可以恢复到以前还有脚踏板的作用，有没有？有脚踏板的作用，有没有？很多车呢，其实并不是说它很久没骑，有时候可以说电池的寿命到了，可是电池寿命到没有人会去记得说我买车什么时候。然后差不多快2年的时候，开始每天去检测电池啦。所以说，当电池像这种喷射的车没有电池有没有？它在启动的话，就会让你在路上很丢脸哦。甚至于这准备好参加考试有没有？就早上起来有没有？就不能发动哦。如果你还叫不到计程车的话，有没有？你努力就白费了。所以说有这种脚踏感的设计有没有？就是一个救命的方式哦。20年前的人哦，就知道说没有脚踏感的话有没有？你20层汽车哦，怎么电就电不起来哦，用踩的哦就有机会了。所以说呢，多一个保障有没有？比你多认识一个机车行师还要重要。以上就是我对这台去的自驾哦，谢谢。另外呢，它这个车尾灯的部分呢，它就是类似像汽车一样哦，先做一个小压尾，然后呢后面再做一个封起来的 LED 条灯有没有？然后前面在上面再出一个Suzuki的 logo， 这样子一体式下来呢，凹凸有没有？这样子有阶段性的做法呢，这个叫做什么？在设计上就是做渐层式的设计哦。凹凸，会让你在看这台车的时候没有会过于呆板哦，然后呢，它会展现出一种立体感哦，就是不呆板之中的立体感。这种特色是什么呢？你有辨识性，而且你从每一个角度，你前面看的话会是一种阶层式的，可是在侧面看，你在侧面看的话，没有又会有一种就是像突出感哦，层次的突出感。这个就是设计师他有在用功力，他用这种方式呢，一层一层呢，把这台车堆叠起来，然后让这台车呢不会觉得说好像忽然间凸出来又缩进去，凸出来又缩进去哦，有一个整体的造型感呢。当然这就是国际设计师的厉害的地方哦。大家好，我是比赛哥啊。当我们要介绍复古车的时候，没有就一定不能忘掉这一台车哦，Suzuki的萨鲁头哈。萨鲁头这台车为什么不能忘记呢？当初呢，以这个价位来讲，它推出的时候没有算是Suzuki的闯霸子哈。没有这台车有没有Suzuki的销量哦，可能不会很好看啊。然后后来我们有出了一台是有没有？刚好这样子一搭一唱哈，一老一少哈，
就让这Suzuki的销量呢会有维持在一定的成绩上哦，不至于被海放哦。然后当然这个沙路头呢，它的特色是在哪里呢？其实它的坐垫呢不会特别大哈，所以它标榜的就是跟一些不一样哦，就是一种个性化敏捷的复古车哦，它不是像一些像那个极雪呢，还是像大地名有那种车没有，就是要让你再多再好哈，再好再买3天吃到饱哈，不是，它这种车就是说用一个复古车的造型。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它自己本身呢独创的元素哦，比如说它这边呢就做一个饰板啊，做一个类似像扫流饰板，那这个都是做好看的，只是增加洗车好没有卡砂质、卡灰的机会而已，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哈。然后呢，另外呢，它这个车标车名的部分呢，它也是用镀铬的哈，立体式镀铬，这也是Suzuki车的特色，有没有？它只要是跟车名、车标有关系，它就用镀铬的哈。让它特别明显哦，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识别证哦，你能够看到车子的识别证。另外这台车呢，它当然呢，它也是跟那个是一样的，没有，也可以有脚踏毯的作用哦，但是它这台车没有装哈。然后呢，为了共用模组有没有？Suzuki跟雅马哈一样啊，没有125的车子有没有？一律就是统一就是7人引擎啊。然后呢，配备呢前碟后鼓刹哈。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说啊，我为什么不能用后碟刹呢？用后碟刹的话，价格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说呢，鼓刹呢，虽然鼓刹有鼓刹的缺点哦，你可能说觉得这鼓刹的刹车点哦，到了某个阶段之后没有就刹不住了哈。但是呢，这个就是跟人骑乘习惯的关系啊。你要到红绿灯快到的时候再来后碟刹一刹呢，这样子就可以哦。然后你要用鼓刹呢，慢慢刹，然后制造一种稳定的刹车感觉哦。这个呢，喜欢载妹的人就知道说哦，大刹车有没有载妹的话哦，因为真爱你啊。你去打路的这台车呢，它还是维持一贯复古车的圆形的设计圆形的方向灯，然后呢，车厂呢现在厂商也都会开始呢，与它搭配的小风镜哦，所以这整个搭配起来呢是还蛮好看的而且呢，它的车型呢，这台车打路的车型上面，它就是加上了大量的镀铬饰条让整台看起来车呢不会很单调就是说呢，该亮的地方它还是让你亮让你洗车呢有搓的地方另外呢，它的车灯的部分我要特别强调呢，它车灯的部分有没有？它特别在里面呢，在车灯的内侧呢，又打上了Suzuki的 logo， 这个呢就有点类似像汽车厂的做法像奥迪啊，或是 BMW 啊，那是以前把这面背景有没有？就特别呢，把车身的厂徽呢。字呢打在车条边像是方向灯呢，或是一些不容易发现，可是你又会不经意在洗车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呢就是品牌这台虚荣感别人没有我有而且呢，因为你对这台品牌认同，当你洗车的时候，或是在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这个 logo 有没有？你会觉得说特别有亲切感这个就是品牌连结性品牌连结性或是品牌的依赖感。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不是说今天它大特价、大促销卖个3万多、4万多你就能够把这个客人吸过来还是要一段时间慢慢培养。所以说，这种对品牌的认同感有没有？把它的名称打成镀铬立体的这个也是镀铬立体的，然后你可以看得到车灯有看得到是它的品牌Suzuki6个字母有没有？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对这台车子的那种第一印象感另外呢，它前面呢，在下面的脚丫为主，这边呢，再做一个类似一个像小风切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呢，你可以再做一个类似像小日行灯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说做这样子的话，其实没有很好看，但是呢，其实有改进的空间，有没有？当你的日行灯打在车头，或者打在这边的，其实就会更好看。所以说，这个地方以后呢，可以建议车的小改款的时候呢，或者说后来外场有改装套件的话，这边其实就可以做个小日行灯另外呢，它2个方向灯是做在这边现在呢，Suzuki因为也是有在做车，有在做机车，所以说呢，有些东西呢，它就会做的呢，类似有点让你觉得说，好像买车又好像在买机车然后另外呢，前面的那个土有没有它也不是完全做平的它中间再多一条勒起来有没有？类似像龙骨这样子这个也是仿汽车的那些车门的一些边条的方式就是说让你觉得说它用丝滑之余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买车呢，
定要求说呢，这台车呢一定要多会跑哦。现在开放重车进口之后，有没有大洋、大型挡车，甚至说旅行车、ATV 之车，通通都有哦。所以说你对动力的需求有没有，已经不用再局限在同一台车上面哈、说好我有125，你就要给我出150；我有150，你就要出180；180就要给我出249哈。其实已经不用这样子了哈。你喜欢什么样的级距，你就去买什么样级距的车呢？可是当你固定在125这个轻量型、车重大概110、120左右的车，有没有？外形反而是变成说你这个人在购台车的第一要素哦，有特色的外形有没有？让你在骑这台车的时候，有没有？你感觉你就是一个有特色的人啊。当然有些人就是说我就是不要两只羊羊，哦，我也不要雅马哈那种感觉像是会跑，然后3个月后就去修车那种的冲刺感，有没有？想要是一个稳健、有特色、有品味、有造型的人，有没有？其实呢，就是你可以选择的哈。傻路头这台车呢，它就是结合了这4个要素哦，稳健、安全、有品味，然后有造型，4合一的车哈。然后当然它的车价上面呢，也不会让你觉得说买这台车跟买别人的车有吃亏。它唯一的比较大的缺点就是说它的车型呢比较小哈，就比 Maybe 大一点点哈。然后呢，又比它的进站呢小一点点哦，它的坐垫呢大概就是一个大人哦，再载一个小孩而已哦。或者说你2个情侣如果感情特别好的话，挤一下也是可以哦。所以说呢，当你今天是要买一个彰显个人特色，然后不要变成菜市价的购车者呢，你就可以购买Suzuki这台傻路头哈。傻路头这个车呢，你买了之后没有不会担心退流行啊，因为买的人少哈，关注度多。然后这台车的让你在市场上的价值感就越来越多啊！当然了，不要买了就赶快卖，因为这种车买了赶快卖的话，没有，其实折价会比较多哈。以上就是我对这台傻路头的介绍，谢谢。